攞第一呢個名次咧，其實實至名歸嘅。真係實至名歸。冇錯。大家好啊，歡迎嚟到90後生活投資頻道，我係史蒂夫。我係大夫。咁首先咧，我哋要多謝翻上一條片俾 like 嘅觀眾啦。咁我哋終於攞到200個 like 啦。係啦。咁我哋亦都要兌現下我哋嘅承諾嘅。咁就喺呢條片呢，我哋就會講解下新加坡喺邊一啲方面啊，能夠拎到世界第一嘅。冇錯啦。咁喺呢個 video 開始之前，咁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喺留言下邊同我哋講，你覺得新加坡咧有邊方面啊係你心目中嘅第一呢？我哋都好想知道你哋嘅答案係咩嘅。咁我哋呢條片咧主要就會圍繞4個啦，我哋會講4個新加坡喺世界上排第一嘅一啲地方啦。咁另外最後就會加翻1個我哋自己覺得心目中嘅第一嘅。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新加坡啊，喺呢個全球競爭力報告裏邊咧，再度成為呢個全球嘅第一嘅。真係好犀利喎！佢應該連續2年攞咗呢個全球競爭力報告第1名㗎啦，所以真係非常非常之犀利嘅。咁呢個競爭力報告係咩嚟嘅呢？咁呢個競爭力報告呢，其實係嚟自呢個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出嚟嘅。咁佢每年都會發布呢個報告啦。呢個報告裏邊呢，有4個主要嘅標準嘅。咁第一個呢，就係經濟表現啦，第二就係政府效能啦，第3就係商業效能，第4就係基礎設施。咁除咗呢4大指標之外呢，中間啊佢亦都有20個中項指標嘅。再往下睇呢，亦都有235個細項指標嘅。咁可想而知呢一個競爭力報告係非常非常之可靠而且複雜嘅。亦都係好嚴謹嘅一個報告啊，因為佢咁多個調查嘅細項啦，都代表咗呢份報告其實做得非常之嚴謹啦，同埋嚴格嘅，係啦。咁新加坡喺呢個榜單上面連續攞2年嘅第一咧，其實真係唔簡單嘅。冇錯，一定要喺好多個細項或者中項或者大學裏邊咧攞到好高嘅分數啊，佢先可以攞到呢個第一嘅。冇錯啦。咁呢份報告亦都提到啊，新加坡受惠於優異嘅經濟表現啊，包括咗呢個國際貿易同投資啦、就業啦、勞動市場嘅刺激措施啊，例如一啲補貼啊、員工嘅訓練啊，甚至係人才吸引等等嘅，就好似我哋咁樣啦。冇錯。加上穩定嘅生產力績效啊、科技基礎建設嘅大量投入等等嘅嘢啊，都令到新加坡啊首屈一指啦，贏晒所有唔同國家同埋地區嘅。冇錯啦。咁我都預計新加坡如果可以繼續 keep 住呢個競爭力嘅咧，咁我覺得下一年都可能會繼續蟬聯第一嘅。其實，係啦。其實喺現實生活中咧，我哋都非常之體會到一啲嘅，譬如係科技基礎建設嘅一啲措施啦。例如我哋大家喺新加坡咧，可以用 Apple Pay 去俾錢搭呢個 MRT 啊、巴士啊，非常之方便。咁你完全唔需要帶銀包咧，你就可以買咩啊、食咩啊，一部手機就搞掂晒，真係非常之方便。冇錯啦。咁新加坡喺營商環境方面都非常之友善啦。就算作為一個外國人啦，你喺呢邊開間公司咧，其實佢手續都唔麻煩嘅，亦都好快速嘅，可以係啦。加上新加坡嘅稅率啊係非常之低㗎，所以都非常之有利呢個吸引外國人嚟呢度做呢個創業㗎。咁除此之外啦，新加坡政府嘅效率咧喺全球啊都獲得呢個好評嘅。例如喺疫情期間啦，佢哋派口罩嘅速度啊都非常非常之快嘅。佢哋做嘢非常之果斷啦，同埋都係將人民擺喺第一位咯。冇錯，例如係口罩方面咧，咁新加坡政府咧喺早期咧就派咗一個黑色嘅口罩啦。咁嗰個黑色嘅口罩咧，其實我戴起上嚟咧就非常之局促嘅，我覺得係啦。咁咧可能新加坡政府咧就接收到一啲唔同市民嘅意見啦，咁佢哋咧即刻改良咗佢哋嘅口罩啦。咁就好似我呢個咁樣啦，依家呢個口罩咧係非常之透氣嘅，係啦，亦都可以洗啦，你可以洗30次啦。咁同埋咧，佢咧係每隔一段時間咧就派2個口罩俾你嘅。由此可見咧，新加坡政府咧係非常非常之 caring 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嘅，甚至係外國人啦。好啦，咁第2個新加坡咧喺世界上排第一嘅地方就係佢嘅機場啊。新加坡機場咧今年亦都係排第一㗎，世界上邊。咁新加坡機場咧，即係新加坡嘅樟宜機場啦，已經連續咧喺呢個 Skytrax 嘅最佳機場嘅榜單入邊啊，排咗8年嘅第一㗎啦。咁犀利？係啦，而且咧佢總共係超過11次咧係奪得呢個冠軍嘅喺呢個榜單上面嚇。咁呢個 Skytrax 嘅最佳機場報告啦，係由邊啲人嚟投選嘅咧？其實佢係一個好有公信力啦，同埋好公平嘅一個報告嚟嘅。因為 Skytrax 咧，佢係向超過1350萬名嘅旅客啦。咁呢啲旅客咧，佢哋係嚟自超過100個國家嘅。咁佢就會向呢啲旅客發出嘅問卷啦，就問下佢哋對於全球啊大概有550個機場嘅意見嘅。咁當中評分嘅指標有包括啲登機啊、轉機啊、抵境啊同埋購物方面嘅體驗係點樣嘅。咁新加坡喺今年咧係佢榮獲咗3個獎項㗎。咁分別就係咧亞洲最佳機場啦、全球最佳機場嘅休憩設施啦，同埋全球最佳機場3個嘅大獎嘅。
咁大家如果有去過新加坡機場嘅話咧，應該都知道新加坡機場咧係一個非常之繁忙啦，同埋航班非常之多嘅機場嚟㗎。樟宜機場咧大概每一個星期咧會有5000班嘅航班係起飛同降落㗎。咁你都知，可想而知呢個機場係幾咁繁忙啦。咁所以呢個樟宜機場咧係非常之繁忙啦，但係其實都非常之有效率嘅。咁我記得以前咧，我喺呢個新加坡嘅樟宜機場第4號客運大樓搭呢個飛機返香港嘅時候咧，咁就見到其實喺嗰個航廈裏邊咧係唔係太多人嘅啫，加埋嗰啲航空公司嘅員工啊，都唔係好多人嘅啫。咁啊，當時我就嚇咗一跳嘅。點解呢個機場話係非常之繁忙，但係又冇乜人喺度嘅咧？原來咧喺 T4 裏邊咧，大部分嘅公司啊都係用呢個電子 check in 嘅。咁電子 check in 咧真係非常之快。我嗰陣時原本係早咗2個鐘去呢個機場嘅，但係結果咧好似用大概5至10分鐘咧我就 check in 咗啦。加埋入去嗰個機場裏邊喎，已經可想而知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同快捷啊！除此之外，新加坡樟宜機場入邊啊，即係入到去之後咧，你會發覺有好多唔同嘅設施可以玩嘅，譬如話小朋友一啲玩樂嘅設施啦，有遊戲機啦，又或者你想休息都有好多啲休息嘅設施喺度嘅，係啦。所以話其實樟宜機場嘅設備非常之齊全啦，同埋都係一個好舒服嘅機場嚟嘅。同埋咧，如果你入到去樟宜機場咧，你會發現咧，哇，好金碧輝煌。嗰個設計係非常之有品味同豪華咯！我第一次嚟到新加坡嘅時候，我都另眼相看，真係非常非常之靚。所以我都明白到點解新加坡機場可以連續咁多年攞到呢個第1名嘅。咁我哋兩個都認同新加坡機場咧攞第1呢個名次咧，其實實至名歸。真係實至名歸。冇錯。第3樣嘢咧就係關於食嘅。根據2019年商業雜誌 CEO World 9月底發布一項排名，對全球50個城市嘅街頭美食啊進行一啲評選同埋評測啦。新加坡啊榮登第1位啊！今次呢個新加坡嘅咧就係呢個曼谷同埋香港啦，分別係第2同埋第3嘅。咁究竟呢啲數據點樣收集嘅咧？咁喺 CEO World 嘅雜誌裏邊佢指出啦，佢哋喺上年嘅7月18號至9月19號啊，進行咗為期3個月嘅數據收集工作啊，對來自全球86個國家同埋地區嘅92000名商務旅客同埋1400間旅行社同埋公司進行呢個年度調查嘅。最終發現啊，新加坡嘅街頭美食啊，係吸引咗唔同國家甚至係全球嘅旅客嘅。冇錯啦，咁我之前都講過新加坡其實有好多 hawker centre 啦。咁每一個 hawker centre 咧都有佢哋自己特色嘅一啲好出名嘅美食嘅。例如係我最中意嘅雞飯咯。係啦，又或者肉骨茶同埋一啲蝦麵呢啲都係好出名嘅美食啦。咁同埋新加坡嘅 hawker centre 咧係隨處可見㗎。咁所以喺新加坡揾啲街頭美食咧係非常之容易㗎。同埋佢哋嘅質素都非常之高啦，都係一啲店主每日用心製作嘅食物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明白點解全球旅客都咁中意新加坡嘅街頭美食啦。係啦，因為我自己住呢度咁耐，其實我哋自己都好中意嘅。同埋新加坡嘅街頭美食咧，真係十分之平嘅。咁第4個新加坡排喺全球第1嘅地方咧，就係佢嘅食品安全嘅排名啊。咁根據呢個英國嘅經濟學人旗下智庫發表嘅2019年全球食品安全指數排名顯示咧，新加坡已經連續第2年排喺第1㗎啦。咁呢個全球食品安全指數排名咧，其實係由2年前啊，即係2018年啦，先首度推出嘅喎。咁亦都係世界上首個啊，去評測全球唔同地區或者國家嘅食品安全嘅一個指數啦。咁呢個報告就會去評測咗一啲國家同地區嘅人民啦，可唔可以以一個負擔得到嘅價格啦，去購買啲優質嘅食品嘅，同埋會評測佢哋購買嘅食物啦，係安唔安全啦，同埋有冇營養嘅。係啦。咁呢個研究覆蓋咗大概全球113個國家同地區啦。呢一個報告嘅評測標準大概有4個指標嘅。第一個咧就係食物嘅可負擔性啦。第2個就係食物嘅供應程度啦，第3個就係佢嘅質量同安全啦，咁最後一個就係當地嘅自然資源啦，同埋佢嘅復原力啦。咁大家如果知道嘅話咧，新加坡其實有好多嘅食物咧都係進口嘅，大概有90%嘅食物咧都係依賴進口㗎。咁為咗確保呢個食品嘅安全啦，咁新加坡政府都制定咗一個好嚴格啦，同埋一個好健全嘅食品監管嘅體制嘅。新加坡嘅法規入邊咧都有明確規範咗啲生產啊、加工啊同埋進口同批發嘅環節嘅。實施個好嚴格嘅安全標準同制度啦，咁就令新加坡嘅食品安全得到一個好大嘅保障㗎，係啦，咁都同時保障咗大家嘅健康啦。新加坡喺呢個報告入邊咧，亦都係唯一一個啊，係入選前20大嘅亞洲國家嚟㗎。咁可想而知，新加坡係喺食品安全控制方面係幾咁優秀啦。真係好犀利嘅。係啦，咁新加坡嘅 hawker centre 咧，其實會定期清洗嘅，係成個場洗一次啊。佢洗嘅時候咧，理論上咧你係唔可以入去食嘢嘅。咁就確保咧成個 hawker centre 咧
係可以完全咁清理，唔會因為有人坐喺度咧而清洗唔到嘅。同埋Hawker Centre入邊嘅一啲食肆啦、一啲店鋪啦，佢都係每日會清洗佢哋嘅店鋪嘅。即係每日我哋見到佢哋收工嘅時候咧，都係好認真咁去洗緊佢哋嘅鋪啦，都確保佢哋嘅食物同埋佢環境係乾淨㗎啦。係啊，所以喺新加坡食嘢咧，我哋可以好放心嘅。好啦，講完呢4個新加坡嘅第一之後咧，我哋就會講下我哋心目中新加坡嘅第一究竟係咩咧？咁首先我就講下我嘅睇法先啦。我就覺得新加坡喺呢個城市化同埋綠化裏邊作出嘅平衡咧，係世界第一嘅。係啦，咁好似呢個 East Coast Park 啦，你見到我哋後邊啊，全部都係綠色，全部都係草嘅。但係如果你再行過少少啊，你就見到高樓大廈，譬如喺 Bugis 嗰邊啦，你見到好多大型公司嘅高樓大廈都喺嗰邊嘅。咁可能其實一街之隔嘅啫，你就可以從一個城市嘅環境去返一個比較舒服、安靜嘅綠化環境休息一下，調整一下你嘅心靈嘅。咁我覺得如果係有呢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呢，心理上嘅壓力呢都會少好多嘅，因為你隔條街，你行過呢度望下海啊，望下啲綠色草地啊，睇下啲小動物啊，你就會覺得身心舒暢，壓力就自然減輕好多啦。所以我係認為呢個新加坡嘅城市化同綠化嘅平衡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值得攞呢個第一嘅。對我嚟講呢，喺我心目中新加坡第一嘅地方就係佢嘅民族包容性啊。咁大家都知啦，新加坡係一個多民族嘅國家啦，佢有華人啦、呢個馬來人啦、印度人啦，同埋一啲 Eurasian 啦，又或者其他國家嚟嘅一啲外來嘅移民咁樣嘅。咁其實喺新加坡入邊咧，其實你係可以見到好多唔同種族嘅人嘅。雖然話新加坡咁多種族啦，但係其實咧各個種族之間咧都係相處得非常之融合㗎。例如我哋有時候經過啲小學啊或者中學嘅時候咧，都發現咗唔同種族嘅小朋友咧都可以一齊玩㗎喎。而且我覺得新加坡各個種族之間嘅包容性都係非常之強㗎，即係佢哋都會尊重唔同嘅宗教啦，尊重唔同嘅種族嘅文化同習慣啦，冇錯啦。咁我平時咧都有出去打下籃球嘅，咁喺籃球場咁當然有唔同嘅人種啦。我亦都試過同馬拉人啊、黑人啊、白人啊一齊打過波嘅。咁其實咧佢唔會因為你係黃色皮膚啊，或者因為你係香港人唔係新加坡人咧，就唔同你玩唔同你打波嘅。咁我哋都係非常之開心咁一齊打波，一齊贏啦，一齊輸咁樣咯。同埋新加坡咧，種族歧視呢個問題咧，其實真係好少見到，係啦。基本上我嚟咁耐都冇話會特別俾人歧視過啊，又或者見到人哋歧視人哋咁樣嘅，即係大家嘅包容性都係好強啦。而且政府對待每一個民族咧都係好公平㗎，即係每一個民族得到嘅資源咧都係平等咁樣分配嘅，就唔會話新加坡華人最多嘛，就會偏袒華人嗰邊嘅。其實就唔係嘅，新加坡政府都係非常之公平咁分配嘅資源啦，俾唔同嘅種族嘅。例如官方語言咧，佢哋都有4種㗎嘛，係咪？冇錯。亦都喺 MRT 裏邊咧，你都會聽到唔同語言嘅廣播嘅，咁就唔係淨係得英文同中文。所以我哋兩個住咗新加坡2年啦，都感受到唔同文化嘅色彩啦。因為大多數呢邊嘅人咧都係好包容啦，同埋會互相幫助嘅。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大家如果有咩意見咧，都可以喺下邊 comment 話俾我哋聽嘅。係啦，大家記住 like 啦、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video 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